周四晚间，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2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跨黄海、东海，并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多个海域，进行多个课题综合演练、互为条件对抗训练。训练中突出以战领训、实战实训、联战联训、体系练兵，对标远海部署能力需求，深入开展实战运用演练验证，有效提升了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此次远海训练，我们在太平洋多个海域进行了多个科目的实战化训练，全程坚持以战领训、实战实训、用体系、练体系，有效提升了航母编队远海实战化能力水平。训练期间，外军舰机对我航母编队多次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编队全程稳慎处置，多次组织舰载战斗机战斗起飞，有效应对，充分展示了各级指挥员过硬的军事素养和广大官兵顽强的战斗作风。值得注意的是，在周四央视的新闻联播中，特别将对出现在辽宁舰航母编队附近的日本出云号准航母进行了标识，这也是首次公开的中国航母与外军航母合影。近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多项涉华内容。谭克飞表示，该法案充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渲染中国威胁论，极力抹黑中国国防政策和军力发展，在台湾、涉疆等问题上对中方无端指责，鼓噪在亚太、拉美等地区加强对华遏制，煽动开展对华经贸、科技竞争，诋毁中国同有关国家正常交流合作。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界注意到，美国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确定新一财年国防支出为7682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5%，创纪录的军费坐实美国才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敦促美方摒弃零和博弈观念，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停止出台敌视性对华政策，停止将中方塑造成为美方的对手甚至敌人，多做有利于两国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事。本月15号至17号，中美两军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了本年度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双方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交流，对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并就2022年机制会议有关事宜初步交换了意见。中方向美方明确指出，舰机安全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美军舰机长时间高强度为中国当面海空域进行抵近侦察、测量和针对性极强的演训活动，频繁实施侵权挑衅行动，是导致中美海空军事安全问题的根源。美方停止具有敌意性质的海空兵力行动，才是解决中美海空军事安全问题的根本办法。而针对日本企图突破其和平宪法限制，打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军事上改为有守为攻，并且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提高军事化水平上动作频频，包括日本政府计划用1年时间完成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修订工作，以及改造出云号直升机航母，并在美军支持下开始 F-35B 战机起降测试工作。此外，日本政府还正在探讨为海上自卫队潜艇配备可以攻击地上目标的射程达1000公里的潜射导弹。对此，谭克飞表示，日方近期多次以所谓地区安全形势严峻为由，试图突破专守防卫，并将军事对抗的矛头指向周边国家，这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行为。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伤痛记忆至今犹在。我们希望日方认真反省侵略历史，以史为鉴，约束自身言行，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慎重妥善处理中日有关重大敏感问题。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升级，民进党当局近期频繁炒作所谓大陆威胁，宣称今年以来大陆军机940余架次进入台湾岛附近空域，是2019-2020年度总和的2倍。
对此，谭克飞明确表示，今年以来，解放军常态环台岛组织轰炸机、侦察机、歼击机等开展巡航，常态抵近台岛周边组织多军兵种力量联合战备警巡，常态在台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对海突击、联合对陆打击、联合防空作战等实战化演练。实际出动飞机架次，比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数量只会多不会少。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以果断行动回击岛内外势力频繁勾连、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恶劣行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您好。国防部晚间官宣，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青岛母港。解放军2021年的军事训练工作也是今天国防部记者会的焦点。那么石先生，您对此有何分析？谭克飞大校呢，在介绍中有句话说得很好：“强军重任在肩，百练方能成钢。”可以看出呢，军事训练对我军聚焦备战打仗的重要性。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那就是像训练呢要战斗力。精兵强将呢都是练出来的。从介绍中呢可知，我军的训练呢现在突出实战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实战化呢就是训练完全贴近实战，未来的实战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而要贴近实战，可不只是将训练场呢设置成逼真的战场那么简单，还要不断研究未来战争的趋势，准确把握未来战争的脉搏。只有这样呢，才能在训练中真正做到呢贴近实战。我们不能只顾自己埋头苦练，不顾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动向，否则呢就会出现呢闷头练得苦，却落后于时代，用今天的武器打昨天的仗。从世界范围看呢，有不少国家的军队在训练上呢很值得我们借鉴。例如以色列军队呢在训练上呢就非常注重研究未来战争，所以在实战中呢用今天的武器打出明天的仗，经常呢令人耳目一新。科学化呢就是谭克飞大校所说的，在训练中呢引入大量科技手段，并且让科学家呢走进训练场指导练兵实践。这样做呢不但让军事训练呢事半功倍，而且呢大大节约了训练成本。例如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的激光训练器材，就大大降低了实弹的消耗，而效果呢却和实弹训练呢近似。现代化的兵棋推演呢可以任意设置复杂的战场情况，锻炼指挥员的临机反应能力。规范化呢就是严格的按纲实训。谭克飞大校呢在介绍今年的情况时说，新编的训练大纲呢110余本，滚动修改训练大纲呢600余本，目的呢显然是形成并且不断完善的体系化的训练规则，让官兵们在训练中呢都明白练什么怎么练，从而呢显著提高呢训练成效。就美国总统拜登本周签署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通过多项涉华内容，谭克飞大校猛批美方渲染中国威胁论，您对此又如何看呢？正如谭克飞大校呢所评论的那样，这个法案呢充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渲染呢中国威胁论，并且严重干涉呢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7682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占到了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21%。为了筹措呢这笔庞大的军费，美国不得不继续削减呢其他领域的开支。如此穷兵黩武，说明美国呢非常好战，非常迷信武力，充分表明呢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战争策源地，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者。在这份法案中，武器装备的采购费呢达1470多亿美元，研发费用呢达1340亿美元。仅仅美国海军飞机和舰船的采购费就超过了480亿美元，比俄罗斯2022年的军费还多出20多亿美元。美国这么做想干什么？显然是进一步呢强化在军事上的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因为美国呢近年来公开的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而军事手段呢无疑是其对华进行遏制的最大王牌。至于呢这份法案中呢投入呢71亿美元用于太平洋威慑倡议，以及塞入呢所谓支持台湾地区呢提高防卫能力，发展呢不对称战力，邀请台湾地区呢参加2022年的环太军演
等消极涉华内容，则表明呢，美国进一步明确细化了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政策，尤其是台湾牌越打越起劲儿，这将让台海局势呢变得越来越紧张。对此呢，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并做好呢有效的应对，防止美国呢在遏华方面铤而走险。好的，谢谢石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